大家好，我是 FR，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非常独特且有趣的实际亮度测试。大家可能从未在任何 UP 主那儿看到我这种形式的实际亮度测试，可能我是全国，也可能是全球的首创。关于这个实景的亮度啊，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要给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测实景亮度，不能说它亮就是这个电视好。你像这个地方，我现在首选的亮度，它很亮，对不对？它现在400尼特，但是信号本身只有100尼特呀。你这种完全偏离图像意图的这种亮度没有意义。亮谁不会啊？只要把背光的强度做高一点，都能亮起来。那么你亮的同时，能不能保证暗部暗得下去呢？比如说现在首选亮度啊，我们这个暗的地方明明只有3尼特，但是你把这个背光强度做起来之后，这个地方达到了17尼特，这样的实景亮度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完全失真的亮度，只是一种很低劣的画面，是吧？我们还是切回首选的界面啊。首选界面我们看到啊，这个实景的亮度马上就和信号亮度差不多了。所以这个视频我想表达的核心的观点是，一台优质的电视，那么在这种高亮的地方它必须亮起来，在这种暗的地方它必须暗下去，而且它必须和图像的亮度啊比较匹配，这才是一个顶级电视应该有的表现啊。然而我们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电视啊，它就是整体的亮，或者是整体图像又压得很暗，这样的电视它不能被真正称为顶级的电视，它只能称为一台还不错的电视。这是我想给大家阐述的一个个人的观点啊。然后我想对这个画面的分析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这个画面里面你可以看到灰色的区域和彩色的区域。这个灰色区域代表什么意思呢？这灰色区域代表这画面的亮度是低于100尼特的。其实你可以看到啊，一部游戏它绝大部分画面啊，除了高光之外呢，几乎就是 S 点，对不对？你看整体的这个亮度，你看不到什么多少的彩色的东西。但你在这种反光的地方、高光的地方，以及这种天空啊本身就很亮的地方，你能看到它超出100尼特。但是实际我们在大部分的场景、大部分的场合，你都看不到多少高光。像这个画面，它是太阳的反光，能看到一些高亮的地方超过了100尼特。但是这个画面的整体的可能有90%的区域都是 S 点范围，所以大家不要被误导了。很多人误导游戏就该亮，游戏没那么亮，是吧？你看到这些地方能有多亮啊？对不对？这个大家要理解，这必须要了解的一个知识点，好吧？然后呢，大家在画面里可以看到3台设备，可能大家不了解这几台设备的作用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下。首先，我拿一台 PS5，把它的游戏信号1分为2，然后信号1呢输给左边的索尼电视9系2代，然后信号2呢输给一台采集卡，然后采集卡把它的信号分析之后输给索尼 A95K。然后呢，我们可以在采集卡的信息里面看到很多的亮度信息，我们可以实时的对游戏的亮度进行显示。然后呢，这下面还有一台电脑，这台电脑的作用是连接这个色度计来进行实景亮度的测试。然后我们看到一个细节啊，这个地方有一个鼠标尼特，这个指的是啊，我鼠标放在和这个色度计同样位置的这个只有那么一个像素点的地方，它的像素点的亮度。所以这个像素点呢，它不能完全和我测量的这个区域重叠，亮度重叠，因为游戏画面它一个小的区域里呢，它有 N 个像素点，这很多个像素点呢，它亮度是不一致的，所以这个左上角的这个亮度呢，只能作为一个大概的参考。然后呢，这左下角我们看到这里有个实际啊，这是教授软件测量的这个实际的亮度。当这2个亮度值接近的时候，那么说明显示设备的亮度准确性是非常高的。所以这
整体的我这几台设备的价格是有点复杂的，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简而言之呢，就是你们看到这个鼠标的亮度和实际测量的亮度，它两者越接近，就说明索尼电视9系2代它的亮度很准确。那我们来载入游戏来进行测量一下。现在我们在游戏的实景里面啊，让我们来首先测量一下游戏的高光的亮度。我们来对向这个太阳，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鼠标的地方，这个太阳实际上是超过4000尼特，它的太阳的亮度是5200尼特。电视机呢，我们现在能够测到4100尼特的高光亮度，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一个实景亮度了。应该大家其他的电视上应该看不到这么亮的实景的亮度。我说的是实景的亮度啊，不是那些所谓的宣传的亮度。然后呢，索尼公司很有趣的是啊，他说索尼电视9系2代呢是匹配了索尼 HX3110监视器的亮度，这个就让大家搞不清楚这个亮度到底是多少啊。但是呢，大家可以去查询索尼 HX3110监视器的这个实现的亮度啊，官方的亮度宣称呢是4000尼特，那么就很有趣啊。这个地方它实测的亮度，它确实能够达到4000，而且索尼电视机的游戏模式它是 D65 的，它的游戏模式是非常准确的啊。它不像有些品牌的电视机啊，它把图像做的比较冷或者是怎么样的。索尼的电视机的游戏模式和它的专家模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非常准确。这两个模式的调试的理念呢，与监视器是一脉相承的。而其他的品牌呢，他们的游戏模式往往与专家模式或者 Filmmaker Mode 色彩不一致。然后呢，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下面的测量的数值啊，这台电视的峰值亮度非常的稳定，过去这么久了，它的高光亮度能一直维持在4000尼特左右，这个是它另一个厉害的地方。大家注意一下它这个值啊，非常的稳定啊。我们来测试一个比较暗的地方，这个地方游戏显示的大概的亮度是在35左右的一个亮度，那么我现在读到的实际的亮度是在39，准确性挺不错的。再换一个地方，随便换，这个游戏实际亮度在10尼特左右，现在探头读到的也是10尼特左右。然后我们再来测量一下游戏里面的天空啊，我随便找一个地方然后停住，现在游戏天空的亮度大概是85左右，那么探头测到了100左右。总体来说呢是比较准确的。再看一下云层，云层这个显示游戏里面的亮度是大概是230尼特左右，我们测到了260。再随便换另外一个地方，再换一下头顶的天空，显示呢这个地方的亮度是在11尼特左右，那么实际得到了14左右。总体来说呢，这个亮度的测量都是与实际的游戏的亮度是非常一致的，只有那么些许的偏差。这个偏差有很多原因啊，一个原因当然是我鼠标指的那个像素呢，和它这边测试的一个大片的区域，它不可能完全的对应。另一个偏差呢，就是液晶电视它控光必然有一丢丢的偏移。现在呢，我们是在一个山洞里面，这个山洞里面的亮度很低啊。我们现在随便打到一个低亮度的区域，我们来测试一下低亮度的这个准确性。比如说啊，打到这边一个，随便打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亮度呢是0.2左右的亮度，但是我们实际测量的亮度值呢，大概在0.48。然后呢，这个山洞里面呢有一团火焰，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火焰的亮度啊。这个火焰亮度很高的。然后我们看到啊，鼠标现在指向的地方是4200尼特左右，这个时候我们能测到的实际亮度在4150尼特左右，这个已经非常接近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了，真的很夸张啊。
然后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来测量火焰的另一个方向，然后现在大家能看到这火焰的亮度呢，现在大概在3500尼特左右，然后实际的测量呢也接近3500，现在是3600。我们再换一个暗的地方，比如说这个画面中这个物体，这个箭筒，这个箭筒的游戏里面的亮度呢是13尼特左右，测到的实际的亮度是15左右。再换地方，我们现在测的墙壁的亮度啊，游戏实际在 1.2 左右，实际我们测到了 1.9。所以就这样粗略的测试呢，我们能看到索尼电视它的准确性是非常的高的，它能够在高亮的地方能够亮起来，然后在低亮的地方能够暗下去，低亮的地方能够暗下去。而且它的这个数值啊和画面本身信号的亮度非常的接近，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夸索尼电视它的准确性高啊，这就是它高的地方。这并不是说我们瞎吹啊，这是真的，它的准确性是很高的。然后我们再换一个《最后生还者》的名场面啊，我们来测一下天空。比如我随便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鼠标位置的亮度是1650左右，然后我们实测到的亮度呢是1680前后。我们再换一个地方，跑2步，再测一个地方。然后随便放一个位置啊，现在是游戏亮度是1650左右，实测呢是1620左右，也是挺准确的。这个蓝天的地方呢，游戏实际的亮度是220左右，我们实测到呢是在270左右。然后大家可能比较好奇啊，索尼的几个 HDR 色调映射哪一个准确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是在220尼特左右啊，那么我们切换到首选的亮度，你看到我们实际现在测量的亮度都已经到达了接近550尼特了，它现在测量的值是信号值的2倍以上，那么代表首选的亮度它的亮度是不准确的，它进行了全方位的提亮。然后我们再切换到色调映射光，色调映射光的话和色调映射首选的渐变是没有太大的分别的，它们都算是比较准确的这个选项，只是说它们的色调映射有一点些微的差异。我们再看一下首选的亮度啊，首选的亮度它的亮度直接就爆炸了。然后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细节，是我们在首选的亮度时候呢，这个高光啊，它反而亮度很低。我们注意，现在这个鼠标的位置是2100，但实际上我们只测到了1300。我们再切回首选的渐变，首选渐变呢，我们反而能测到更高的高光亮度，现在来到了1600。再随便切一下视角啊，比如现在游戏亮度呢是2000左右，我们测到了1600左右，然后我们再打开首选的亮度。你看到首选亮度一打开了之后呢，这个亮度直线下降啊，都已经降到了1300左右了。所以首选的亮度它不仅高光亮不上去，而且呢会提亮其他画面的区域。所以个人建议啊，你要是追求准确性呢，那肯定是选首选的渐变了。然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个比较暗的画面啊，这个暗画面下呢，鼠标的位置呢，它的亮度大概在12尼特左右，然后我们测得的实景的亮度呢是13、14尼特，是比较准确的。我们再切换为首选的亮度，此时首选的亮度下呀，大家能看到这个画面啊，整体的亮度都被抬升了，它看起来非常的明亮。然后呢，我们对应的需要测试的地方，它的亮度居然来到了56尼特，这个就代表啊，在这种中低亮度的画面下呢，首选的亮度会把它的亮度拔高至少3倍、4倍的样子的一个幅度，所以它的准确性是很低的啊。如果你是追求准确性的用户呢，那么一定要选择首选的渐变，或者是把它关掉。光和首选的渐变呢，它在中低亮度画面下呢，它的差异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它们唯一的差别点呢，其实是在高光的区域。那么大家如果追求图像的准确性，那么在玩游戏或者看电影的时候，一定要把索尼的色调映射选择为首选的渐变。这其实也是索尼工程师默认给我们选择的这个选项。比如说专业模式、电影模式、游戏模式，它默认都是选在首选的渐变的。我们就不要去把它改成首选的亮度，说首选的亮度高，看起来舒服。但是舒服呢，并不代表它是正确的、准确的。现在我们在游戏的实景里面啊，我随便选了一个进度，然后大家看到我把这个色度计啊放到了这个一个交叉的地方。这个交叉的地方呢，方便我去给大家展示我把鼠标放哪儿啊。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个画面，现在我把鼠标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个小的范围里面移动的时候，这一个数值啊，它会大幅的波动。这个是因为游戏里面它每一个像素的亮度差异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这个鼠标采集的这个亮度啊，它只能采集某一个像素，所以它的这个亮度值啊，只能作为一个大概的参考。那么我们把它放到和这个色度计类似的一个位置上，然后我们来进行游戏的测量啊，应该是这里。然后啊，我们随便转视角，比如说，首先我们来测一下这个黄色的地方，这个地方信号的亮度在45左右，我们测到了51。我们再来转视角，比如说转到这个围栏，围栏上面现在是46左右，我们测到了50。我们再测一下这个反光，铁栏杆的反光，这个地方的亮度呢是245，接近250。大家在看，大家注意第2位数的跳动啊，250左右，我们测到251，非常的准确啊。我们再来随便测一下这个车体，车体现在显示的是30，我们测到了34，很准确啊。再找一个暗一点的地方，因为这个我前面提到的这个像素点的亮度会影响我们的测量，所以我们尽量选择一整片都是纯色的地方，这样的话会更方便我们的测量。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的实际的亮度在1尼特多一点点的样子，我们实际测到1.2。再来测一下高亮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高亮的地方啊，它默认输出的亮度啊超过了4000的样子，但是实际上我们因为这个画面非常亮，是一个天空的一个云层的画面，所以电视机呢它会相应的受到 ABL 的影响，所以大家看到啊，此时的实景的亮度只有2300尼特。那么这个时候就有趣了啊，网上总是有人谣传说索尼的色调映射首选的渐变不准确，亮度偏低还是啥的。那我们来试一下首选的亮度，大家看啊，注意这个数值，首选的亮度，这个高光的亮度，看到没？都快折半了，都已经到1600了。然后我们再切回首选的渐变，又回到了2300尼特。那我们再来测一个比较暗一点的地方啊，我们来打掉这些谣言。有些人说首选的亮度才准确啊，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地方是37尼特左右，我们来调整首选的亮度。现在是首选的渐变啊，我们测到了42左右。然后我们来选首选的亮度，首选的亮度大家看到没？这个地方都已经达到了150，接近160了。这都翻了几倍了？这都翻了4倍了，看到没？整个画面提亮非常明显。首选的渐变了，首选渐变看到没？这个测量值就恢复到了42，所以大家不要再去谣传首选的亮度是很准确的啊。现在处于首选亮度，我们随便测几个点啊，比如测个地面，这个地面现在是55的亮度，现在直接测到了255。再选一个天空云层，云层的亮度在300多一点点，我们测到了750。我们再测一下车体啊，车体这个地方
原始的亮度是27左右，我们测到了124啊，大哥们，这提亮的多严重啊！然后这个标牌现在是15尼特左右，我们测到了48。我们再随便测一个反光，亮一点，哎，这个反光很亮。这个反光现在是8000多尼特，但是呢，我们首选的亮度下只能测到1700。那我们打回首选的渐变，首选的渐变大家看到没？我们可以得到3000尼特的峰值亮度，实景亮度啊。然后呢，我们再切回首选的亮度，大家注意这个数值啊，注意这个数值又掉回1700了，看到没？继续切回首选的渐变，首选的渐变直接回到了3100，相当于首选的渐变的实景的时候呢，这种高光啊，它是真的能够把它给体现出来，而不会像首选亮度啊，虽然把这些区域给亮度给拔升了，但是真正需要我们亮的地方它暗下去了，有趣吧？这个还是。那我们再来随便测几个点啊，我们就来测索尼的专业模式。比如说我们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画面的亮度在40尼特左右，我们测到了54。我们再换一个地方啊，因为这个地方它的色彩比较复杂，我们换一个稍微纯色多一点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亮度是接近60，我们测到了74。我们测一下这个路障，选一个中间一点的地方。这个地方呢，画面原始的亮度呢在85左右，然后我们测到了90多一点点，90的样子。我们再来测一个比较暗的地方啊，比较暗的地方，这个地方信号的亮度是0.4尼特左右，我们测到了0.5。此时我们再来打开首选的亮度，这个时候0.4尼特的画面我们测到了2尼特，也就是说这个不好意思啊，手机刚刚被打断了，所以录制暂停了。我们现在再来选一个非常暗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实际的亮度呢是0.1尼特左右，但是在首选的亮度下，它能测到0.6，也就是它翻了5、6倍了。我们再切回首选的渐变，首选渐变下呢，我们能测到0.17的样子。我们看一下它数值更新一下，稳定的0.17。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啊，索尼默认使用的这个首选的渐变是非常准确的，大家不要去把它改成首选的亮度啊。当然，你是一个只关注亮度的用户，那无所谓了，你爱怎样就怎样，毕竟是你的电视，对吧？然后再来看这个云层，133尼特左右，我们测到了150。然后啊，我们来测试索尼的专业模式。索尼的专业模式，它的这个，我先把这个 ALM 给关了。好，ALM 给关掉了。关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调整游戏模式和专业模式了。现在是专业模式下啊，大家看一下专业模式。我们在专业模式下来测一下它在游戏里面的实景的亮度准不准确啊？就是看电影的模式啊，专业模式。那我们随便来测，比如啊，我首先对到这个亮的云层，这个云层的地方呢，它的亮度是310左右，然后我们测到了340。我们再测一下这个小路，小路这里呢，它是23尼特左右，我们测到了36的样子。由于它这个地方的像素比较复杂，所以可能有一些偏差。然后我们再来测一个纯色的地方，这个标识挺纯色的。这个地方呢，它的亮度在120左右，我们测到132。我们再测一个反光，
这个反光不太好测呀，它不均匀，整个画面的像素。我们来测，直接测高光吧。高光的地方，此时高光的亮度是5000多尼特。我们来测这个，重新调整一下，5000多尼特。然后我们把这个测速计放上去测呢，实际上得到了2200。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警车，来测高光吧。这个高光，警车上面的高光呢，此时游戏输出了接近10000尼特，我们测到了3500、3600。然后我们来测一个阴影的地方，比如说这个车的门比较暗啊，此时信号的亮度呢是在2点几，接近3，我们测到了3尼特。我们再测一个纯色比如说我们之前测过的这个栏杆，这个栏杆的亮度原始的是200，然后我们测到了230。再来测一下这个红色的地方 ，ambulance 救护车的这个红色的地方，它是4尼特，我们测到了4.7的样子。我们这样简单的随机的这样测试之后呢，其实能发现啊，索尼它无论是游戏模式还是专业模式的，就是看电影的模式，它都是非常准确的。再比如说我们这个蓝色的地方，哎，这个遥感太灵敏了。蓝色的地方它的亮度是60左右，然后我们测到了68。我们再测试一次这个路障，这个路障的亮度，这个路障的亮度是75左右，我们测到了88的样子。所以啊，我们简单的这样随机的测量之后呢，发现索尼的这个电视机呢，它无论是游戏模式还是说看电影的专业模式，亮度都是非常准确的。然后呢，但是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色调音色选在首选的渐变上，而不是首选亮度。首选亮度我前面已经给大家实测了，首选的亮度是非常偏离图像准确性的。所以我做一个总结啊，就是说我们进行实景亮度测试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得知道，比如说这个地方实景亮度本来应该是90尼特，我们就不能测出200尼特。实景的亮度我们要与信号稍微匹配之后，这样的实景亮度才是有意义的。如果仅仅是亮啊，比如说就像我前面说的，本来该200尼特，你测到500尼特，那么你这种完全偏离信号原始亮度的实际亮度，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亮度，因为这是一种失真。亮谁不会啊？只要把背光的强度做高一点，都能亮起来。